真是活久见啊！谁能想到有一天这个印度人居然要成群结队的往以色列跑，而且还不是去旅游，是去定居，甚至是去打仗啊！大家伙都知道，那前段时间以色列那边不太平，内塔尼亚胡那是焦头烂额。就在今年11月啊，这位总理突然整了个大活，宣布未来几年要从印度引进5800名移民，首批1200人都已经在路上了。这还不算完还得再招2万多名印度劳工。那乍一听呢，你可能觉得哟，这是好事啊，跨国就业，促进交流嘛。哎，你要是这么想，那可就太单纯了。咱们先说个结论，这哪儿去移民享福啊？这分明是去当人肉盾牌啊！哎，你想啊，以色列那是啥地方？现在是火药桶，本地人都有点坐不住了。哎，结果这个时候呢，会用这个印度老铁过去。更有意思的是消息都传出来了，说这帮印度人到了那儿很可能就被发把枪，直接送到加沙或者黎巴嫩边境，替以色列人去跟巴勒斯坦人真主党玩命。这就让人纳闷了，这印度人图啥呢？在恒河边喝水吃咖喱不好吗？非得跑去地中海边上当炮灰？这得从一个特神乎其神的故事说起了那咱们得先搞明白，这5800个要移民的印度人，他不是随便在这个大街上拉来的孟买市民，也不是班加罗尔的程序员，他们有个特殊的身份。这帮人主要住在印度东北部，什么曼尼普尔邦、米佐拉姆邦这一带的那这地方呢，离咱们中国云南其实挺近的。这帮人呢，自称是特定的亲族和米佐族。重点来了他们虽然长着一张亚洲脸，吃着印度饭，但是人家信誓旦旦的说咱们是犹太人。具体点说是这个圣经里记载的以色列第10支派马拿西支派的后裔。这事儿就有意思了那按照他们的说法，2000多年前以色列亡国流散，这帮老祖宗一路向东翻山越岭，最后不知道咋地就溜达进了印度东北部的深山老林里。那这一住就是2000年。虽然现在这个样子是变了吧，但是心还是犹太心还要回到上帝应许的那片土地上去。你要问我这事有证据吗？咱们要是个考古的那肯定得把这个头摇得跟布朗古似的呀。这没凭没据DNA 都未必对得上号。但是凡事呢就怕个但是，这以色列官方特别是宗教界的扛把子首席拉比，早在2005年就发话了，没错，他们就是咱们失散多年的亲兄弟。这一下子门就打开了呀。虽然从这个考古学上讲不通，但是政治上人口学上以色列需要人所以呢这事儿大门一开，这帮印度老铁就有了个特殊的标签回归者。那好啦，身份承认了，是不是得买张机票飞过去能住海景房，领高福利，过上发达国家的日子了？哪有这样的美事这以色列政府那个精明劲儿那是出了名的，想拿以色列绿卡那得脱层皮。首先呢，这个语言得过关希伯来语得溜其次呢，信仰得极其坚定。你在这个印度可能习惯了吃点野味，或者是家里面有点别的习俗，但是到了以色列必须严格遵守犹太教的饮食规定，那是相当严苛猪肉想都不要想，奶和肉都不能一顿吃。在过去20多年里只有几千人通过了这种魔鬼测试这哪是考试这简直就是修行好不容易你通过了，拿到身份了，这个以色列政府说来老乡给你们分房子。那你以为是分在哪儿？特拉维夫市中心、海法海边别墅做梦呢。那大部分都被安置在加利利地区，或者是内盖夫沙漠边上。咱们打开这个地图看看加利利在哪儿？紧贴着黎巴嫩，那是真主党的火箭弹经常光过的地方还有就是那个靠近加沙的南部地区。其实说白了就是把这些新来的亲戚呢安排在最危险的边境线上。这算法是打到隔着几千公里我都听见响了。这就好比说我也给你分套房，但是这个房子呢建在靶场中间，你敢住吗？但是这帮印度移民没得选他们原本在印度东北部可能是比较穷，那为了下一代，为了所谓的应许之地，硬着头皮也得去住的差咱就忍了。更要命的是得玩命这个以色列法律规定全民兵役，不管是白皮肤黑皮肤，来了就是以色列人，那是人呢就得当兵。
但是这帮印度移民进军队啊，可不是坐办公室搞文书，也不是去当技术兵种修雷达的。据这个小道消息和一些公开报道，他们很多人被编入了特定部队，甚至是一些敢死队性质的连队，比如是大名鼎鼎的哥兰尼旅或者吉瓦提步兵旅。这俩部队是啥概念呢？那是以前打仗冲在最前面的绞肉机部队啊。而且这个以色列军队内部其实也有鄙视链。那这些新来的语言还可能带点口音，文化还没有完全融入的印度移民，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为了证明自己能配得上这个国家，往往在这个战场上表现得也更拼命。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投名状吗？你想融入这个圈子你就得替打个挡刀。咱们再说那2万多名劳工那名义上呢是去盖房子，去这个农场摘橘子，去养老院伺候老人的。但是现在以色列极度缺人之前的巴以冲突打了快2年了，这以色列虽说是科技强，但是毕竟人少这个伤亡数字到现在都是个谜，政府捂的是严严实实但是你看这一批批的招印度人就能猜出来前线确实是缺的厉害。那一旦这个战事吃紧了，这2万多劳工会不会被火线征召，或者哪怕是让他们去前线运弹药修工事那也是把这个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这印度国内现在也有明白人很多中介都在喊老乡们别去了，那是坑别为了赚点谢克尔就把命搭在那儿另外以色列也有其他打算，咱们都知道这犹太人现在最愁啥？愁生孩子生不过阿拉伯人本土世俗犹太人这一家呢也就生那个1-2个，生育率才1.4%左右。但是这帮印度人呢，好家伙，那是人口生产季生育率高达3.8%。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这一对夫妻进去那是带着一个牌出来的。而且这帮人还不挑活农场种地、医院护工、建筑工地搬砖，这些累活脏活本地犹太人大也不爱干，但他们包圆了。这既帮着涨了犹太人口的占比，又不跟本地精英抢高端饭碗。这套路跟80年代以色列空运埃塞俄比亚犹太人那一出那简直是复制粘贴。那现在呢，以色列在国际上那是人人喊打，有点众叛亲离的意思。谁让跟他提印度印度可是以色列最大的军火买家。这个移民计划其实说白了就是利益互换。莫迪老仙说我给你送人补人口，内塔尼亚胡说行，那我给你开军工合作的后门。这俩人现在好的跟穿一条裤子似的无人机一起搞，量子通信一起弄，那甚至还在琢磨什么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要把这个印度洋和地中海连起来，这是要组队搞区域霸屏这边操作要是真成了，中东这盘棋还真得重下。你别瞅着这第一批5800人不多，咱们做个算术题那按3.8的生育率，再加上亲属团聚，再加上后续还要拉人，20年之后这就不是5000人了，这是能在北部边境凭空造出一座甚至几座城来。这再加上以色列还在不停的拉这个俄裔犹太人，这一来二去长期困扰以色列的人口劣势说不定真能让他给翻过来那更妙的是有了印度这个战略充电宝，阿拉伯国家想围堵以色列难度直接翻倍。那要是以色列真靠这帮移民把北部防线给补牢了，那就能腾出手来专心对付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到时候巴勒斯坦人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恐怕就要被抵消了。这算盘打的是真小，听着是不是觉得这个以色列这就赢麻了呀？嘿嘿，您别急，凡事都有两面性，这叫人口盲盒。那打开之后是惊喜还是惊吓那还不一定呢。风险在哪儿咱们先说说内部以色列那边的学者呢已经开始吐槽了。我说领导咱们这个标准是不是太低了？凭信仰不认血缘就发身份证，这是要稀释咱们犹太血统那之前陆陆续续迁过去的4000个印度移民现状咋样？惨着呢，30%都没找到正经工作，语言也不通，天天在那怀疑人生，连我是谁都快搞不清了。这个身份认同全是雷。最逗的是文化融合，那简直是车祸现场。你脑补一下那个画面，严肃庄重的犹太会堂里本来应该是念经祷告，结果这帮三哥来了，带去了辣椒种植技术咱们不说，还带去了洗脑的印度民谣。据说在这个加利利地区已经出现了犹太会堂放印度神曲的名场面。
这就好比你去听京剧，这个台上呢突然跳起了广场舞，这哪是融合呀？这简直是文化撞车。那这种割裂感，迟早要在以色列社会内部搞出大乱子。再看看这个外部，那更是把这个火往身上引啊！黎巴嫩真主党那是吃素的吗？人家早就看明白了，直接骂这是殖民渗透。你把这帮印度人安在边境当活界碑，真主党就敢拿他们当活靶子。那本来这个地儿啊，可能还只是偶尔打2炮，你这么搞，以后边境不仅没安稳，反而可能更乱。这波操作搞不好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咱们说了这么多，最后还得落回来。那以色列这波声势浩大的宗教寻亲，表面上呢全是感情，背地里全是生意。那说到底啊，全是生存焦虑催生出来的利益算计。这政府那是真舍得下本啊，据说是批了2700万美元来搞这个项目，用2700万赌一把人口翻盘，赌一把北部防线的安全。听起来像是开了挂，但能不能真的救场？悬。这既要看这帮唱着印度神曲的三哥能不能真的融入那个只吃 kosher 的社会，更要看周边的阿拉伯邻居给不给面子。毕竟在中东这片神仙打架的地方，光靠拉远房亲戚来续命可能真没那么简单。咱们且走着瞧吧。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你觉得以色列这波赢麻了吗？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